我们这群人里，有的蹦过极，有的玩过滑翔，但那都是在做好安全措施下才敢尝试的极限运动。我们4个都挺惜命的，没有人想要把自己交代在这里。铁索就这么毫无安全措施地悬在半空，甚至风一吹还会不停晃，拍打在山壁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，不恐高的人都会两脚发软。沈建清似乎看出了我们的退缩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们不敢，就算了。”他的语调怪异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晰。他看着我，挑起英挺的眉，我垂着的双手暗自捏紧了拳头。无论如何，我肯定是要下去的。我和徐子荣2个大男人还没说话，一向柔柔弱弱的温玲玉却先说：“你看着年纪比我们还小，你都敢下去，我也敢。”此话一出，还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这一路温玲玉说话细声细气，连个大喘气都没有，脾气也是温温柔柔，没想到还能这么勇敢。沈建清转动眼珠，漫不经心地瞥温玲玉，他的眼神轻飘飘的，带着种漫不经心的惫懒。从我的角度看去，他眼睑上的那一粒浅红，和脖子上的项圈，头上的银饰互相映衬，无端让他生出几分异域的风情，美得惊心动魄。我从来没有用美来形容一个男孩，但在沈建清身上，这个字却似乎并不违和，甚至非常贴切。另一边，人高马大，体格健硕，肌肉发达的徐子荣，闻言也不甘示弱。跳伞我都玩过了，还没试过这样的铁索，看着就刺激。他最后尾音上扬，摩拳擦掌的。秋露撇撇嘴，说：“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贯彻到底咯。我要是摔下去了，肯定会死扒拉着你不放的。”徐子荣，看来我们的队伍在这个时候还是很齐心的。本来我还担心他们会打退堂鼓。我说：“我这里有几个登山扣，但带的绳索不够，只能留给2个女孩子。我保护小温，徐子荣你保护秋露，可以吗？”徐子荣当即一拍胸脯，嗅了嗅自己胳膊上的肌肉。“那走吧。”沈建清说着，率先攀着铁链登上了绳梯。这样危险的绳梯，大件的东西肯定是带不上了，我只能随意揣了驱虫药、录音笔和打火机在裤兜里，背包里装上相机和一些必需品。我咽下一口唾沫，控制住心里对于高度的恐惧，跟上了沈建清。我努力控制着身体不要哆嗦，擦拭干净掌心的冷汗，腿试探着往下蹬。当触到了铁链做成的阶梯时，再放低身子，另一只脚探上去，试探着寻找下一个台阶。双手紧紧地捏着2边的锁链，我将自己牢牢地挂在了绳梯上。忽然，我感到脚上一紧，温热的触感穿透裤子传到皮肤上。我向下看去，沈建清右手扶着绳梯，左手正牢牢地抓着我的脚踝。见我看他，他灿然一笑，引导着我的脚稳稳地放在了下一级台阶上。我的一颗悬着的心也稳稳地落了地。沈建清抬起头，用很低的只有我们2个才听得到的声音说：“别怕，有我。”我瞳孔微缩，其实我有恐高症，我以为我掩饰得很好，我以为没有人看出来，可这个一看就知道年纪比我小的少年却对我说：“别怕，有他。”说不感动当然是假的。我回以一个勉强仓促的微笑，深呼吸几口，咬着下唇，双手更加用力地抓紧了绳索。我之后是温玲玉，她腰间绑着绳索，绳索的尽头穿着登山扣，
这样他可以借助外力来把自己挂在铁索上。虽然每下几步就要解一次扣，有些浪费时间，但我们只求稳，不求快，能够平安下去就是我们的目标。他的动作很小心，我看着他稳稳地下了几步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之后分别就是徐子荣和秋露。就这样，我们5个像是5只小蚂蚱一样被串在了同一根锁链上。因为人多，铁索在不停地打晃，每一步都需要很小心才能不滑倒。我的手死捏着铁索，关节早就已经僵硬了，肌肉的酸痛很缓慢地传到四肢百骸。机械的动作让我恐惧的心理消散不少，至少2腿没有再打抖了。我已经对时间的流逝失去了概念，只觉得在这里爬到了天荒地老，但这铁索就像爬不完似的，依然没有到尽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秋露在上头说：“我实在不行了，好累，你们先下吧，我一会儿再走。”徐子荣立刻道：“我留下陪你。”我抬头望，崖顶已经离我们很远了，向下看，离地的高度让我头皮发麻。我们现在就进退两难地挂在了最中间的位置。要休息吗？下面传来沈建清的声音。我低头看去，他神色如常，大气不喘，脸上甚至一滴汗都没有。他双手轻松地拢着铁索，好像现在不是在数十米的高空，而是在荡秋千。我打心底开始佩服这个少年。我们已经走了好久了，此时应该已经过了中午，因为山谷里的炊烟全部都消失了。虽说站得高看得远，欣赏风景会有绝佳视角，但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，没有人还有心情去欣赏风景。歇够了，继续下行。有了前面一段的经验，我们走得越来越稳，大家都一言不发，凝神注意着脚下。又走了大概1个小时，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地面。我双脚接触到实地的一瞬间，还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脚下轻飘飘的，差点腿一软就跪倒下去。我们真的活着下来了。最后一个秋露在徐子荣的搀扶下稳稳落地，脸上带着解脱后的轻松和欢欣。我们在上面俯视时，能够很快就看到每一座吊脚楼的位置。而现在我们也置身到了山中，置身在了茫茫一片的树林里，放眼望去又全是枝叶，要再找吊脚楼就变得困难了些许。还当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在士迪山里，我们比在外面更需要一个向导，而且生苗与我们语言不通，我们还需要一个翻译。但这2者不就摆在眼前吗？我硬着头皮再次麻烦沈建清，我们现在没有地方落脚，可以去你家里叨扰几天吗？你放心，我们会给钱的。沈建清垂下眼皮看我，这是我们2个第一次挨得这么近。我这才发现，这少年虽然看着清瘦，但个子却高。我1.82米的个子在男生里已经不算矮了，但他却还要比我高上些许。沈建清抖了抖空空的背篓，说：“为什么要给我钱啊？”我一愣，怕他不懂汉话里钱的意思，便解释道：“钱就是用来以物易物，公平交易的东西啊。我们想要麻烦你，当然要给你公平的代价，不能让你吃亏。以物易物，公平交易。”沈建清喃喃着：“你们外面的人真奇怪，难道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吗？”徐子荣一扬下巴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：“是的，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”呵，沈建清勾起嫣红的唇角，露出个玩味的笑来。我用不上钱，也不需要这个公平交易的东西。也是，对于沈建清而言，
可能人民币并不能算是流通的货币，这可就犯了难，连钱在这里都走不通了。那你要什么？温玲玉细声细气地问。沈建清英气的眉微蹙，好像也被这个问题给难倒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不知道想到什么，眼中流光一闪而过，认真地看着我，说：“我要什么你都能给，很公平。”为了让他答应，我只能硬着头皮画大饼，只要我能给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沈建清这才满意起来，长眉舒展。李玉泽，我记住你的话了，你也要记住。他说话的语调依然很怪异，偏偏念我名字时却发音标准得很。或许是这一路他们唤我的名字，无形中也纠正了他的发音。沈建清说完，又转头对着秋露三人点点头，留下一句跟我来之后，就率先迈步上前。我们4个紧随其后，有蜿蜒的小路贯穿在密林之中，很明显这里是常有人走动的地方，我们行动就得以轻松一些，不像上面那林子里时那样辛苦。更奇怪的是，我沿路就发现这树林里静悄悄的，一点活物的声音也没有，甚至森林里很多很常见的蚊虫也不见一只，或许是飞去别处了。这样一件不足道的小事，我很快就忘在了脑后。没走一会儿，一座藏灰色的吊脚楼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。它应该就是我在山崖上看到的那一座，孤零零的矗立在森林中。吊脚楼有3层高，背靠着山势，下面伸出数根细长的竹子支撑着整座房屋。在吊脚楼的大门口有一段台阶与地面相连，屋檐上露出几片青瓦的边沿，都长满了青苔。沈建清顺着台阶就走了上去，两手轻轻一推，门就打开了。在我们4个茫然的表情中，他回过头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，说：“进来呀，这里是我的家。”原来这座吊脚楼是沈建清的家。这树林里只有这么一座吊脚楼，孤零零的，我原以为是废弃了没人住，没想到竟然是沈建清的家。我们互相看看，也跟着涉级而上，走进了他的吊脚楼。一上台阶就是2米来宽的小长廊，连通着1楼的3间屋子，最靠里有楼梯，可以通向2楼的小长廊。屋里陈设很简单，客厅就放着一张实木桌子，看样子是被砍伐下来的木头随意打磨了一下就投入使用了。桌子边是一把条凳，歪歪扭扭地陈放着。客厅里很暗，只能依靠从门外漏进的天光来照明，在初夏的天气里也很阴凉。我新奇地抬眼扫视一周，没有线路盘绕，没有任何电器，没有任何现代设备，连灯泡都没有。这里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地方，拿去拍古装剧都绰绰有余。沈建清把背篓放在一边，说：“东西简陋，你们将就。凳子只有1条，如果想要休息可以去楼上。楼上有3个房间，平时没有住人，需要收拾一下。”我好奇地问：“你是一个人住吗？”沈建清站在阴影里，昏暗的光线让他的面部轮廓沉重清俊。他说：“我父母都过世了，我之前或大家住村子里，后来就搬到了这儿。”说完，他扯起一个勉强的笑容，仿佛是在安慰自己，但眼底却没有任何笑意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，失了父母庇护，难免会受欺负。看他衣着装饰，环佩叮当，想来父母是留了些家底给他的。孤身一人又家财不菲的少年，会遭遇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无意间竟戳到了他的伤心事，
手足无措地想要安慰，可还没等我说话，沈建清先岔开话题，说：“你们先去安顿吧，我去给你们做些食物，到午饭的时间了。”我心头沉甸甸，奈何嘴笨，只能无奈地点头。这栋吊脚楼是以竹子和杉木搭建而成，看起来摇摇欲坠，其实结实得很。只是地处山林的原因，总是有着一股潮气，待久了皮肤也黏黏的。我们几个刚走到楼梯边，沈建清忽然从厨房探出一个头，说：“对了，忘了提醒你们，2楼你们都可以用，但是不要去3楼。”他说话的时候，乌黑的眼瞳沉沉地盯着我，像是某种告诫。恰在此时，林中吹起一阵风，冷得我浑身一激灵。看来这山中温度低，冲锋衣也不顶事。我们应了沈建清的要求，顺着台阶来到2楼。3间并肩而立的房间静默地等待着他们的客人。之前在洞江苗寨时，秋露和徐子荣住在了一起，但是现在住进了别人的家里，为防唐突，最后还是秋露和温玲玉一起住中间的房间，徐子荣住在靠楼梯的那个房间。我推开了最靠里的那扇门，这间房里有很重的霉味，其间还混杂着一种古怪的味道，像是苦涩的药草味，我分辨不出来，应该是太久没有使用过的原因吧。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。房间朝东有一扇窗，想着散味儿，我推开木质雕花的窗户，窗户一开，外面幽深的树林顿时跃入眼帘，一截纤细的树枝就探在窗口，我伸手就能把它攀折下来。我刚准备回身，却忽然发现窗台下有一排间隔整齐的圆形的凹痕，在时间的消磨下，凹口里面积满了灰尘。这种凹痕，我抬起头，果然在窗顶对应的地方也看到了圆形的凹痕。这样的凹痕在以前的农村很常见，里面可以安插棍子，让窗户被封起来，就像是牢房的窗户一样。牢房，我被自己丰富的联想给逗乐了。对着窗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木床，很宽敞，能够睡下2个人。除此以外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确实是非常简陋。我坐在床边，把背包和随身带的东西妥善地整理好。山中的风横冲直撞地闯过窗户，钻进了室内，吹得我脖梗发凉。整顿好了一切，我没事情做，便出门到楼下去。他们3个都还在房间里，我路过时还听到了秋露和温玲玉嬉笑打闹的声音。楼下，沈建清在厨房里忙碌，厨房里总算是有了些人间烟火味。灶台是泥塑的，上面架着一口大锅，隐隐可以看到锅底下正烧得旺的火。角落里有个陈旧的橱柜，临窗的位置则搭了一根竹竿，上面吊着一排腊肉，已经熏得很好了，我隐隐都能闻到腊肉的咸香。沈建清正站在灶台边，动作利落而熟练地揭开锅盖，锅中的热气遇冷化物，蒸腾而起，缭绕在沈建清周围。他俯下身去，似乎想要闻闻味道，及肩的长发随重力而披散下来，让少年俊朗的下颌线多了几分秀美。注意到我处在门边，沈建清直起身，笑着说：“李玉泽，你收拾好了？”我走进厨房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沈建清说：“不用，这些我都是做惯了的，很快就好。”想到我在他这个年纪，虽然没感受到多少父母亲情，但物质上从没有过短缺，亲戚朋友的关照也不少。他看起来年纪轻轻，却早早地离群所居。相比起来，我倒还算幸福了。而且这些农家的事情，
我还真不太会做。我父亲就总骂我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虽说他找我茬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但这句倒没有骂错。看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沈建清灿然一笑，忽然说：“我其实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但是有你朋友在，总不好意思开口。”我茫茫然地说：“什么问题？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。”沈建清说：“我很少去外面，见识过的地方也少。你们那里的人都像你这样好看吗？”啊！我一愣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问我什么？好看？这不应该是问女孩子的问题吗？我只觉得脑子里的一声，脸上顿时一片火热。沈建清见我窘迫，缓缓地眨了眨眼睛，右眼眼睑上的那颗红痣就像活的一样时隐时现。其实刚才我已经想到答案了。沈建清一脸天真，或许在他的意识里，这个问题并不唐突，也无一丝暧昧。你的3个同伴都不及你一半好看，外面的人肯定也不过如此。我这回彻底丧失了语言功能。从小到大喜欢过我的人也不少，我也遇到过大胆直白的女孩子，可被男孩子这么夸，我还是头一回。沈建清俯下身子看我，眼神澄澈干净，没有一丝杂欲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有说对。此刻他的脸凑得离我极近，我轻而易举地数清了他卷曲纤长的睫毛。空气灼热干燥，厨房里闷热的让我喘不过气。正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你们在里面做什么？”徐子荣木木地站在门口。救星，这是我一片空白的脑海里唯一的想法。徐子荣的脸前所未有的亲切可爱起来，我眼皮一跳，后退2步，和沈建清拉开距离，眼神飘忽着，不敢看他的脸。我去外面看看。后面的声音简直像蚊子呐呐，话音还没落地，我已经逃也似的离开了厨房。我走得太快，徐子荣剩下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。我冲进客厅，坐在那唯一的条凳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平复心绪。门外冷风灌进屋里，我乱哄哄的脑子也逐渐冷却。徐子荣从门外进来，一脸莫名地说：“阿泽，你是不是惹他生气了？”我愣住。谁？徐子荣眼珠子一转，示意隔壁的厨房。沈建清，我哪里惹他生气了？难道我不回答他的问题就让他不开心，让他觉得我没礼貌了？对啊，徐子荣说，你是没看到他刚刚看我的眼神，冷飕飕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偷了他东西，被他抓了现行呢。沈建清心思单纯，对我们这些陌生人都善意满满，怎么会这么看徐子荣？我说，厨房里烟雾重，你看错了吧？徐子荣无语凝噎。过了没一会儿，饭做好了，裘露和温玲玉从楼上下来了。只有这些，你们将就着吃吧。沈建清摆好碗筷，把一碟切得厚薄均匀的腊肉摆上桌，旁边还配了一道小咸菜。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顿好饭了，闻到饭菜的味道，口水差点没滴下来。很香，腊肉片片晶莹洁白，肥而不腻，有烟火熏过之后的咸香和柴火味。徐子荣刨了一大口饭，已经没空说话了，只连连点头。沈建清得到我们的肯定，欢喜地笑起来。这样单纯的人，怎么可能用恶意的眼神对着徐子荣？沈建清说，我家里东西少，不够招待你们，等吃了饭，我带你们进村子，向大家借些东西。他离群所居，但却为了我们愿意放下面子回去求助。我说，方便吗？
如果不方便，我们就这么住也可以。沈剑清撩起眼皮，没什么不方便，我想他们都会很新奇，很欢迎你们的。你们真的想去？不后悔？不会，绝不后悔。唉，可以是可以。但是，你们得有胆子下去。原来你们寨子里的人都是靠着这个绳梯出入的。嗯，这绳梯垂直往下，紧挨着山崖。我有点……外面的人确实很难注意到它。你们不敢，就算了。你看着年纪比我们还小，你都敢下去，我也敢。我这里有几个登山扣，但带的绳索不够，只能留给2个女孩子用。我保护小温，徐子荣你保护秋露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这身肌肉啊，也不是白练的。那走吧，我带路。那我第2个。我也下来了。好高啊！下一个台阶在哪儿？别慌，快冷静下来。别怕，有我。我抓着你，在这里。谢谢。他笑的时候，眼角上那粒浅红和头上的银饰互相映衬，真好看。露露，你慢点下来，别怕，我看着你。好。实在不行了，太累了。我的关节早就僵硬了，你们先下吧，肌肉酸痛，再走。手指都快没感觉了。雅典已经离我们很远了。你要休息吗？我还有多久？还有一半。炊烟也消失了，现在应该过了中午了吧？我们已经走了好久了，歇会儿再爬吧。好。爬了这么久，他却神色如常，大气都不喘，脸上甚至连一滴汗都没有，表情轻松的，好像是在荡秋千一样，好厉害。我们继续往下吧，我改主意了，想早点着地。好啊。还要爬多久啊？好像爬不完似的。就快到了，坚持住，露露。当心，谢谢。没事，我们都活下来了。我们真的活下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刚才着地的一瞬间，我差点腿一软跪下去，还好没摔了。我也是，多亏沈剑清扶了我一把。现在，走吗？走吧。有句诗说得好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刚才挂在半山腰的时候，还能看到一座座吊脚楼的位置。现在落地了，要再找就难了。哦，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语言也不通，路也不认识。那个，我们现在没有地方落脚，可以去你家叨扰几天吗？你放心啊，我们会给钱的。为什么要给我钱？我们汉语里的钱啊，就是用来以物易物、公平交易的东西。我们想要麻烦你，当然要给你公平的代价，不能让你吃亏。以物易物，公平交易。你们外面的人真奇怪，难道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吗 ？Sorry 啊，友情真係大晒咯。我用不上钱，也不需要这个公平交易的东西。苗寨里用不上啊。也是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什么，你都能给，很公平。只要我能给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李玉泽，我记住你的话了，你也要记住。每次听到他喊我的名字，总有一种已经被他看穿的错觉。我家就在前面，跟我来。沈剑清的家就是前面那座灰色的吊脚楼。进来呀。这里是我的家。好原始啊！是个3层小楼，陈设还挺简单的。灯泡都没有了，直接拿去拍古装剧都不会穿到。东西简陋，你们将就。凳子只有1条，如果想要休息，可以去楼上。楼上有3个房间，平时没有住人，需要收拾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上去把房间收拾一下吧。好。好。哎呀，我好想睡。你是一个人住吗？我父母都过世了，我之前和大家住村子里。这次我和小玉一家，后来就搬到了这儿。小玉。看他的衣着装饰，像是在寨子里有点家底的。行了，不过失去了父母庇护，那我住楼梯口，难免会被人欺负。住中间这间，这间好像大一点。对不起。你也去安顿吧，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。好。对了，忘了提醒你们。什么？2楼你们都可以用，但是不要去3楼。好。那最里面这间就留给李玉泽吧。3楼，难道有什么秘密吗？李玉泽，最里面这间房间是你的啊。没问题。这屋里有股很重的霉味儿，还有苦涩的药草味儿。灰尘倒还好，应该是经常有人打扫。
窗台这里怎么有一排圆形凹痕？间隔这么整齐，上面也有一排。是我插上棍子，简直就像牢房的窗户一样。牢房，真是我在想什么呢？这张大床还挺宽敞的，就是没有床单，真是挺简陋的。好香啊！这是熏腊肉的味道。应该差不多了。在做什么呢？啊，那么香。李玉泽，你收拾好了？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不用，这些我都做惯了，很快就好。其实这些农活我也不太会，如果你真叫我帮忙，我还怕越帮越忙呢。以前我爸就老是骂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，这几句倒是没有骂错。我其实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但是有你朋友在，总不好意思开口。什么问题？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。我很少去外面，见识过的地方也少。你们那里的人，都像你这样好看吗？什么？这我，你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其实刚才我已经想到答案了。你的3个同伴，都不及你一半好看，外面的人肯定也不过如此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有说对。离得好近。他的睫毛好长。你们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我去外面看看。哎，驴子，这走那么快干嘛呀？哎，你等等我！我去，什么情况？驴子，你是不是惹他生气了？谁？还有谁？沈建清。我哪里惹他生气了？你是没看到他刚刚看我那个眼神，冷飕飕的，不知道还以为我偷了他东西被抓了现行呢。怎么会？厨房里烟雾重，你看错了吧？我看错了吗？可能也是啊。你俩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哦，没什么，你俩收拾好了？嗨，没啥可收拾的，连床单和被褥都没有。不过房间还是挺干净的。饭做好了啊，来了。只有这些，你们将就着吃吧。哇，蒸腊肉配小咸菜，好香呀！谢谢啊，我们都好久没闻到过饭菜香了。香。慢点吃。好吃，香而不腻。我家里东西少，不够招待你们。等吃了饭，我带你们进村子，向大家借点东西。借东西？是帮我们借床单和被褥吗？应该是吧。充电宝有吗？他一直离群索居，怎么可能会有被村里人排挤，说的也是啊。却愿意为了我们放下面子回去求助。方便吗？如果不方便，我们就这么住也可以。没什么不方便。我想，他们都会很新奇，很欢迎你们的。
圈在这月色漫过了古老桥头，水波倒映着一声银铃晃悠悠。大过黑，来了就别走风为竹林深处做了水桥吊桥楼，杯中酒尽头风情万种的春秋。鸟在海里都有好酒容颜的花鲜花绽放在歧途，泪并非不哭，有着苦苦却坠入了深谷，寻不见来时的路。你到我后边来！大家别动！怎么办？如果他冲过来咬我，那我肯定是跑不掉的。什么情况？那条蛇居然跑了！栗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难道这蛇被我们的气势吓退了？刚才真是那蛇好像真的是被什么吓跑了。我看到那蛇的毒牙了，我都以为我们要死在但这儿。绝不是被我们。这条蛇真是该死，差点伤了玉子阿哥。谁都不能伤害他，他是我的。皇后，做得好。幸好那天晚上，你在他身上做了标记，不管他去到哪里，我们都能找到他。按照他们现在的速度，应该快到寨门口了吧？玉子阿哥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，因为我们是朋友啊，而且还很有缘分。娘卡到！怎么了？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有。什么声音啊？我也没听到。哦，那可能是我听错了。我们继续走吧。好。好。